大家好，这回席包子去越南，又不让带他的老婆彭丽媛吧？这名网友说，包包传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的人选，中组部考评。第一名是黑龙江省委书记许勤，第二名陆浩。感觉许勤年龄太大，这样是不是陆浩就和胡春华一样走的路线？2027年21大进政治局，这样团派的付出太明显了。我的回复是，陆浩是席包子的马仔，陆浩进不了政治局，陆浩只能进秦城。我都说了100遍了，没有团派，只有江派，只有胡派。要按照人头走，要按照胡锦涛走，以人为本呢。胡锦涛在共青团的时候，他的下属是胡派。胡锦涛离开了共青团就是别的派系的。共青团也不是胡锦涛家开的，不是胡锦涛家的产业，不是胡锦涛家的公司。共青团只是一个正部级单位，和一个省没有区别呀。共青团这些书记呢，王兆国、胡锦涛是邓小平派系的，宋德福呢是江泽民派系的，李克强呢也不是胡锦涛提拔的，李克强是赵紫阳提拔的，赵紫阳和胡锦涛是一个派系的。周强呢是席包子派系的，周强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的秘书，肖扬在广东清远是习仲勋的下属。胡春华呢的确是胡锦涛提拔的，但是胡春华也不是团派的，胡春华是胡锦涛在西藏提拔的，胡春华只能叫西藏派啊。胡春华去共青团的时候已经是正部级官员了，派系早就确定了，派系是在副局级、正局级甚至正处级就已经决定了。后面的秦一智、贺军科、阿东这些全都是席包子马仔啊。35岁正部级定律，35岁之前呢，被哪个总书记看上就是谁的人，不能更换。没有团派，也没有上海帮，也没有福建帮。中国任何一个正部级单位都是3个派系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管是共青团还是上海还是福建，只不过是中共中央的一个支部而已，都要听共匪党中央的。难道还真的上海独立东南互保了吗？就这上海我说过了，好几个派系，中共70多年的历史，江泽民才干了几年总书记，江泽民呢前面30年的都是上海帮吗？邓小平掌权这么多年，在上海没有个代理人吗？还团派呢？韩正他也是共青团官员出身的，韩正也是团派吗？韩正就是在朱镕基担任上海市长、上海市委书记一肩挑的时候提拔的。朱镕基他如果是邓小平提拔的，胡锦涛为什么不提拔韩正呢？他们这些说法根本就是自相矛盾，无法逻辑自洽呀。我给大家把这逻辑都捋顺了，就按照我这个3大派系的框架去套陆浩的每一步都套在了席包子的这个派系之上陆浩就完美的解释了陈云、李鹏、朱镕基、席包子就是一个派系的。陆浩背后呢，刚刚好就是这4个人我们看抖音说的都比他们靠谱陆浩为什么失败？陆浩拜了4个大哥，却没有席包子。这句话他说的不对，陆浩就是席包子的人。我们看他说的这4个人李鹏、
胡锦涛、李克强、王岐山。李鹏和王岐山是一个派系的，胡锦涛和李克强是一个派系的。这张图的说法也是自相矛盾，但是他起码说对了两个人啊，李鹏和王岐山。陆浩既然有李鹏的背景，他怎么可能是胡锦涛的人呢？我一般呢都是根据公开资料来分析的。但是陆浩呢，这是一个正部级官员告诉我的。他说陆浩在北京清河把工厂的设备都卖了，就是个骗子，暂时解决了工厂的困难，得到了朱镕基的赏识啊。这种说法半对半错。陆浩呢，的确是朱镕基提拔的。陆浩在清河的工厂这个公开资料也能查得到。朱镕基还去视察，公开资料也有。陆浩呢，最早是席包子派系的老大陈云看上的。陈云是教父级别的人物啊，席包子派系所有人都是陈云提拔的。我们看看陆浩啊，最关键的内容啊是什么？把这个历史吃透了，就知道发生了什么。1985年11月27日下午开分组会，晚上9点到11点，薄一波讲话，指责学生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董宏是薄一波的政治秘书，俗称大秘，当然行走左右，随扈不离，全程打理，只要看见薄一波的地方，肯定能看到董宏啊。在那次规模宏大的座谈会上，比薄一波更忙的恐怕只有李克强了。作为具体操办单位最年轻，同时主管高效工作的团中央书记，李克强是现场总指挥、总协调、总调度，最关键的还是老同志们的总服务。第一天开会，一进入大会堂前厅，就看见他忙前忙后，脚不停步，拉着这个说几句，拉住那个交代什么。就在大队人马开始步入大会会场，准备就座开会的时候，我突然看见左前方不远处，陆浩在人流中从后面挡住了李克强，对李克强说了几句话。很显然，陆浩是第一次见到李克强。随后让我目瞪口呆的一幕发生了，两个人交流片刻之后呢，就并肩走向了10几米开外大厅尽头的一对沙发坐下。陆浩恭敬又滔滔不绝地说，李克强看上去有些坐立不安，但还是凑近了，认真地听着。我大为惊讶，心想我们和克强这么熟，但在李克强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碰到点下头就罢了。陆浩一个刚进北大2个月的晚辈后生，居然勇气如此，在这种火烧眉毛的场合和时刻，好意思拉着李克强特意走到远处清静的地方坐下，听自己长篇大论讲了5、6分钟，而不知道究竟讲的什么，李克强竟然能听得下去，实在让人不可思议，也足见此人非同小可，是个罕有的厉害角色。这一段到底是什么内容呢？原文可能有1万字，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去找，自己去看。我把干货给大家总结出来了，原文呢根本就没有说透啊。我这样说可能有点不太谦虚啊，就是说历史的当事人虽然把细节都已经记录下来了，但是写下了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的当事人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给大家用大白话一解释，大家就明白了。简单说就是当时的北京大学的学生闹学潮，是不是有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我就不知道。当时呢，董宏是薄一波的秘书，后来董宏是王岐山的秘书。董宏是赵乐际抓的，不是席包子抓的呀。
细胞子他为了包庇董洪呢，把董洪安排到青岛审判。王岐山16岁之前呢，就生活在青岛。当时李克强是共青团书记啊，共青团他有第一书记啊，所以李克强就相当于一个副书记，就是副省长这么个角色。共青团就是个省啊，就改名不叫共青团，改名叫共青省就完事儿。陆浩呢，当时是北大的学生会主席还是什么的。北大学生这么一闹呢，薄一波亲自披挂上阵，开座谈会啊，让大家畅所欲言，引蛇出洞啊。开了1天会还是2天会，陈云的最高指示就来了，镇压，别废话。然后这座谈会啊，就变成了批斗会，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陆浩扮演什么角色呢？陆浩是陈云和薄一波的政治通讯员，陆浩给李克强传达的陈云的指示，李克强当时就懵了。1985年，李克强才30岁啊，3岁看小，7岁看老。李克强他30岁他就不行，到了67岁，李克强还是不行啊。1985年呢，薄熙来的老爸薄一波是中顾委的第1副主任，陆浩给薄一波传达指示。薄一波当年中共党内排名第5，相当于今天的蔡奇呀。谁敢指示薄一波呢？要么是邓小平，要么是陈云啊。也就是说，陆浩一开始就是陈云的政治通讯员，薄熙来的老爸薄一波在这里背书的陆浩。陆浩一开始他就不是胡锦涛的人。胡锦涛他为什么那么讨厌薄熙来呢？这里都有薄熙来的老爸薄一波了，陆浩怎么可能是胡锦涛的人呢？胡锦涛、温家宝和薄熙来不共戴天啊。2003年3月，35岁的陆浩担任中国长江三峡总公司挂职总经理助理啊。当时的总经理是陆佑梅，当时的人大委员长就是李鹏。三峡不就是李鹏修建的吗？陆佑梅就是李鹏的马仔呀。陆浩在李鹏马仔的手下挂职啊。1995年，28岁的陆浩接任北京清河制泥厂厂长。朱镕基去视察过，朱镕基和李鹏是一家人，都是陈云的马仔。朱镕基自己写的回忆文章里面写的是清清楚楚啊，他是陈云的马仔。这篇文章呢，发表在2005年7月16日的人民日报，文章标题是朱镕基风范永存，纪念吕东同志诞辰90周年啊。大家找来看看就知道了，这都是朱镕基自己说的呀。吕东在国营331厂提拔的曹伯纯，曹伯纯呢和薄熙来搭档，曹伯纯提拔的金湘军呢，为什么抓金湘军呢？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的总后台就是这2位啊，李鹏、朱镕基，再加上个宋平吧。2003年1月到2008年5月4日，35岁的陆浩担任了5年的北京市副市长，给当时的北京市长王岐山当副手。陆浩担任北京副市长时候的大秘是谁呢？被现在的贵州省委书记徐林给删掉了。徐林就是朱镕基的马仔呀，曾经是网信办的主任啊，徐林也得抓呀，一个也跑不了。陆浩呢，分管工业、经纬、信息化。刘志作为2003年到2008年的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负责经济领域的协调啊，最有可能对应陆浩这个副市长啊的副秘书长就是刘志了。陆浩的大秘刘志啊，2015年8月18日被抓的。谁抓的刘志呢？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是郭金龙，北京市的纪委书记是叶清纯，后面的北京市纪委书记就是李书磊。李书磊呢是细胞子马仔，就是这么巧。
就在李书伟上任之前，陆浩的秘书、陆浩的大秘刘志被抓呀。郭金龙是胡锦涛团队的核心成员啊。郭金龙在西藏的大秘就是胡春华，陆浩的大秘刘志就是胡锦涛让郭金龙抓的呀。之前有网友问我，任志强是谁抓的？任志强被抓的时候，北京市委书记是蔡奇，北京纪委书记是陈庸，陈庸是王岐山和薄熙来的马仔，王岐山、薄熙来、蔡奇三个人共同的老板就是细胞子呀。而谁抓的任志强？2015年8月18日，陆浩的大秘刘志被抓呀。大家看出来了吗？这个胡锦涛有多喜欢8呀？喜欢在8月18号抓人。所以四中全会为什么是8月8号召开呢？这个8月18号我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啊。每天巧合的事情那么多呀。8月8号北京奥运会开幕，8月28号北戴河会议结束啊。2013年3月20日到2018年3月26日，46岁的陆浩担任黑龙江省长。陆浩的大秘是李显刚，李显刚呢给陆浩当了5年的大秘呀。2013年3月17日，李显刚被抓呀。那谁抓的陆浩的大秘李显刚呢？就是胡锦涛让他的马仔中纪委书记李希抓的呀。李显刚呢，之前是江春云的秘书，朱镕基的总理干到一半的时候，把江春云提拔上来当副总理啊。江春云、金仁庆、张玉军死在了同一天，死在了北戴河会议结束的那一天呢。2021年8月28日，北戴河会议结束啊。大家还没有看出来吗？有一个人喜欢8，喜欢在8这一天搞事情啊。网传呢，陆浩的老婆叫做朱娟，这个名字我也是醉了，不过也有说法啊。朱娟现任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1993年加入中国人民银行，1993年到1997年在行长办公室工作。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是谁呢？就是朱镕基呀。陆浩的老婆朱娟是朱镕基的秘书，陆浩也是朱镕基提拔过的，逻辑闭环了呀。再说陆浩的老婆为什么叫朱娟？朱镕基他姓什么？共产党这帮所谓的无神论者啊，可抽象啊，太抽象了。2016年3月17日，丝路规划研究中心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出席并讲话呀。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陆浩最早在北京大学就是陈云和薄一波的政治通讯员，负责镇压学生运动。陆浩在北京清河毛纺厂是朱镕基提拔的，在李鹏的三峡公司挂职啊。陆浩的2个大秘刘志和李显刚被胡锦涛抓了。李显刚曾经是朱镕基的马仔江春云的秘书。陆浩的老婆朱娟和陈云的儿子陈元在一起搞一带一路。陆浩呢是朱镕基提拔的，陆浩的老婆是朱镕基的秘书啊。陈元的那些马仔都是胡锦涛、江泽民抓的，赵乐际抓的嘛。所以陆浩他当不了内蒙古书记，也进不了政治局，他只能进秦城啊。这名网友说，包哥可以预测一下21大谁接李希的班吗？我的回复是，我还负责这个呢，你得问胡锦涛哈。如果许勤接任内蒙古书记，四中全会呢接黄坤明担任广东书记，那么21大的中纪委书记就是许勤呢。许勤和汪洋是绑定的，如果汪洋真的是胡锦涛的马仔，许勤呢真的接任了内蒙古书记，有可能是这么操作的。我没有办法预测未来啊。好的，谢谢大家。